首先来讲，不适合做一日一餐的人，你过瘦或是你营养不良哦，这两个是不一样哦。有些人是胖，但是他营养不良，就是他要吃垃圾食物，没有吃到足够的可能蛋白质啊，健康的脂肪、矿物质、维他命们。然后再来就是你有特定疾病。除此之外，大部分的人我觉得都可以一日一餐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你正常假设你晚餐吃完，然后你是不是弄一些有的没有的去睡觉？到隔天早上可能才会再吃早餐，那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在断食？如果你是一个身体完全不能断食的人，基本上呢，你在睡觉的时候就会出事。但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可以的。那如果你是过瘦又营养不良，你还是想要一日一餐，你还是想要断食的好处，怎么办呢？你就要确保你那一餐可以吃到足够的热量跟营养，那就没问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会讲一日一餐的好处跟一些执行层面上的点。那第一个好处当然就是燃烧脂肪嘛，我就是想要再更干一点，肌肉线条更明显一点。那为什么一日一餐可以燃烧脂肪呢？就是因为一日一餐你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处在断食状态，断食状态呢，胰岛素下降，身体就不得已开始燃烧储存的能量。身体储存的能量有两种，第一种是葡萄糖，也就是碳水化合物。第二种就是酮体，也就是脂肪分解的产物。那身体随时都会燃烧葡萄糖跟酮体，只是那个比例的高低。你希望燃烧的酮体多一点，也就是你的体脂肪多一点，你就必须处在相对空腹的状态，跟你的葡萄糖相对低的状态。那靠一日一餐就可以很好的达成这一点。另一个一日一餐可以帮助燃烧脂肪的点，就是你一天只吃一餐，你相对吃的量会比较少。因为你的胃就那么大嘛。好，再来是一个执行层面上，你不要全部都吃垃圾食物，因为你全部都塞垃圾食物进你的胃，你那个热量还是有可能超过的。这里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甜蜜平衡点，就是82法则。你80%的热量要吃健康食物，剩下20%你想吃什么垃圾食物都可以。当然，除非说你有什么特定疾病，那你就不要去吃你不能吃的那些食物，不然的话，你80%是健康食物，你20%你要吃洋芋片、冰淇淋、甜甜圈什么的都可以。为什么是82呢？因为你的胃这样，你假设80%的热量都塞健康食物，其实会把你的胃塞得满满的，那剩下20%。你就算吃那些会让你停不下来的食物，你也会吃到一个点，你就不会再吃了，因为你的胃就那么大，你满了，你要怎么吃？就是多一口，你可能胃酸就上来，你就不舒服，你就不想吃了。那这个82法则，你虽然降低胰岛素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，会燃烧更多脂肪，但你还是要去计算热量。你不可能说一天你的 TDE 是2000大卡，但你却吃3000大卡还变瘦，几率很低呀。我只能说很低，有些人可以。所以假设你一天 TDE 你的燃烧的热量是2000大卡，那你可能就抓1500大卡，在1500大卡里面去分配你的健康食物跟你的快乐食物。再来一日一餐的第二个好处是，它会让你的思绪更清晰，因为你会分泌BDNF， 它详细是干嘛的你不用知道，你只要知道它可以让你思绪更清晰就好了。这个我个人亲测超级有效。我之前大学只要读书或是要考试干嘛的，我一定断食，因为断食我血糖第一不会高，不会就直接要晕过去想睡觉。第二就是我真的可以更清晰的去写题目、读书，把它真的读进去，考试的时候才可以拿出来用。再来下一个好处是可以提高生长激素分泌，生长激素就是一个很棒抗老、增肌、减脂你会喜欢的东西这个东西身体自己分泌是最好的，你如果是从外部注射进去的话，就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。但只要是自己身体分泌的，你就不用太担心，除非你的身体有一些问题，你过量的分泌了。下一个好处 ，autophagy 就是把你老旧烂你不要的不好的细胞给吃掉。那什么是老旧你不要的烂的细胞呢？像发炎细胞也是，像什么痘痘啊，你身体的各种炎症、赘皮，或是你的皮肤有一些皱纹啊，老旧细胞嘛，那你可能就换新了，就变得比较平滑，比较像，当然不可能像什么婴儿那样，如果你是一个60-70岁的人，但就是它会帮你汰换老旧细胞这样。还有一些身体里面的废物可以清掉。下一个好处，比起3餐，或是可能现在有些人包含零食、宵夜，一天可能吃到5餐，你只需要吃一次。你吃那一次，你第一你省时，第二你省钱，第三你不用怕想不到要吃什么。相信我，你一天假设只有1个小时能吃，你剩下那23个小时绝对会
抽出一点点心思去想说你今天要吃什么，你也不用担心吃腻，因为你一天就只能吃一次。你今天吃美式，隔天吃粤式，再来日式、韩式、泰式，完全不用担心会吃腻，而且你吃的食物吃起来会更好吃。因为我一日一餐总时间是蛮久的，虽然我近1年比较没有在天天一日一餐，但跟你们说，过去这好几年，有时候吃到那种 Google 评价超低，朋友们跟我一起去吃，他们都说哦，这怎么那么难吃，叭叭叭，我吃的都津津有味。就你对食物会更感激，你会觉得更好吃。断食啊，会让你的感知提升。当然，你说念经冥想那些都会让你的感知提升，不过你断食的时候，它也会。像古时候好像叫辟谷吧，那你的感知提升呢？你的味觉、味蕾也是你的感知，所以它也会提升。如果是真的难吃的食物，还是会觉得难吃啊。不过大部分的食物你都会觉得好吃。你只要下定决心，不管是因为你的健康，或是你想要减肥，或是变更好看什么的，你只要做得到一日一餐，你等于是算克服人类七情六欲的其中一个食欲，吃的欲望。你可以自律的做到这件事情，那代表你人生中其他目标，你也有高几率可以去自律的完成它们。以前我对有些我想要达成的目标，一开始会觉得哦好难哦。好，假设我今天有一个目标想要做这件事，它跟一日一餐比，哪一个比较难？我觉得一日一餐比较难。那这件事情是不是相对简单？那既然我做得到一日一餐，我这件事情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我就可以去做它。下一个，我个人变胖最大的原因就是情绪性饮食。我的情绪性饮食不是说不开心就吃，我有时候开心我也吃。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有事没事，心情一个小变化，我就想要吃东西。那为什么一日一餐可以解决这个呢？就是你强迫自己，你就是要一日一餐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那一餐才能吃。你有情绪，想办法解决，你就是不要去吃。但如果是像我之前，我也有在克制热量营养素的话，我就算总 total 一天下来，这时候我只要把一天的都该吃的热量营养素都吃完之后，到晚上我还有那种情绪性饮食的话，那就完蛋了，因为每多吃一口，那都是超过，那就是我变胖的主因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也会有这样，一日一餐比较不会有情绪性饮食，因为一旦你适应之后，你其实就真的不太会饿了。你就算心情不好，你也不会第一个点去想靠食物来解决你的心情不好，前提是你要适应。你可能第一周超痛苦，你一个心情不好，你可能就大暴吃了。有关运动，假设你一天吃3餐原本，然后你现在想要变1天1餐，你是不是少了2餐的时间？那2餐的时间你就可以抽一点点拿去运动。我相信在你想要达成的效果上面，一定都是加倍更好的。不管你是想要更健康，看起来更好看，或是减肥，一定对你身体是很有帮助的。断食的时候，其实才是身体真正休息的时候。你只要有吃东西，你的身体就必须工作，你的肠胃必须消化，必须吸收，必须分配给全身。那当你断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一身轻，我现在身体非常的舒服，没有在工作，是在休息的。一日一餐其实是一个非常弹性的饮食法。你如果跟朋友有什么聚会，要吃大餐，但你又想要维持你的体态，这时候那一个大餐就是你的一日一餐，你就可以很不怕会变胖。但如果你一天吃3餐的话，你可能吃，然后要大餐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要各种克制，你知道吗？超不弹性，超不舒服，超不开心的。再来是，如果你那一天特别忙，要工作很多，突然一忙没空吃，你也不会不舒服，因为你已经适应了。所以一日一餐，我认为是非常有弹性的饮食法。它不像什么低碳、高碳、地中海饮食什么的，很有限制。一日一餐，你基本上就像我说的，其实你只要大部分吃健康，其实你想要偶尔吃个垃圾食物，或是你偶尔一天的那一餐都吃了超垃圾也没有关系。它的那一些好处至少可以挡掉你的很多你吃的垃圾食物，像是分泌生长激素、autophagy 都可以挡掉很多不好的影响。那我再来讲几个一日一餐要怎么给它坚持下去。首先，你那一餐不用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吃，就像我说的，它是很弹性。今天你想要晚餐吃，那 OK。隔天你中午有约大餐，那你就中午吃，那也没问题。你可能会去算那个时间哦，那我这样晚餐到早上，我这样断食不是比较少吗？然后我如果是吃午餐，隔天又再吃晚餐，我吃就断更久，那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因为就是差不多，你偶尔断的短，偶尔断的久，那总断食的时间是一样的，不用去太纠结那种小事。那要降低饥饿感，不是很多人都会说哦，肚子饿去喝水。喝水怎么可能有用呢？我相信对大部分的人来说，如果喝水可以止饿的话，
那世界上就没有会减肥失败的胖子了。少部分人可能真的可以靠喝水止饿，那很显然我不行，所以我就来跟你们讲，我都怎么靠喝东西止饿。无糖茶，各种无糖茶，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。我最近有再多喝一个薄荷茶。如果你的肠胃对高咖啡因会比较敏感的话，你就可以喝薄荷茶。再来就是黑咖啡，我每天早上一定喝黑咖啡。我就算没有一日一餐，我几乎也都会做186或是24，靠的就是那个黑咖啡。我一整个早上只要有黑咖啡，我就完全不会饿，完全不会去想食物，几乎99%的时间都是这样。零卡汽水，各大品牌零卡汽水都一样，你喝了会爽，你喝了也会饱，没有错。但是有时候你喝完反而会开胃更饿，所以这个你就要自己小心，自己去测试，看你是不是可以靠它们止饿的。我个人一阵一阵的，有时候我可以靠喝零卡汽水完全憋到一日一餐，有时候我喝了我就直接去吃东西了，那一天就变成可能1日2餐。所以这个东西没有给他100%的推荐。很多人无聊就会想要去吃，那你就要思考你为什么会无聊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，或是就算你想要打游戏、追剧，什么都可以，你总是有事情可以做，甚至冥想、看书、去外面散个步、跟朋友聊聊天。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能闲下来，但如果你是那种完全没有事做，你也不想要做一些休闲娱乐、打游戏、追剧，你都不想，你就是这样发呆，你也不想冥想，你就发呆，然后想着食物。那这时候我就会建议你去找一点事做，而且这种无聊想要去吃的饥饿感，通常都是很短暂的，可能20分钟、半小时就过了，所以你就是憋过那半小时就过了。然后你可以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一日一餐？我当初的初心是为了什么？那这一点无聊，这个半个小时，一点小小的饥饿感，就要让我去破功吗？或许你这样问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跨过这个小障碍了。当然，一日一餐不是说你每天都要做，你甚至要1周做一次也都没有问题，就是看你想要那个断食的好处是多少，跟看你适不适合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关于一日一餐的好处跟一些我执行层面上会想说的事。加油，即使一开始很难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一开始一日一餐也超难。好，反正呢，加油，你是可以做得到的。